大家好，我是大伟。拥有健康的睡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我们有很多人呢，睡眠质量不达标啊，躺在床上呢，入睡困难，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即便睡着了以后，也是在一种潜意识的状态当中游离啊，反复多梦或者夜里总被惊醒。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大伟给大家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你坚持去做一做，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这个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这个手睡觉前的时候，我们把手先搓手搓一个100到200下，这个衡量的标准是在搓完以后，这个手心要感觉有发热感这个搓完了手以后呢，我们要把手怎么做呢？就是五指张开，尽可能把这个手指张到最大，保持3秒钟左右，放松再来张到最大，放松，再来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做5到10次一定要去做保持3秒钟放松。好，把这2个步骤做完了以后，再确保一件事，什么事呢？就确保你的这个被窝是热的你的这个脚也是热的。那么以上都完成了以后 ，OK， 我们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睡姿，我们躺下来。你平常习惯怎么睡就怎么睡。那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正面朝上就是躺着这样去睡，手自然放在身体旁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呢？我们要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把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大脑这里呢，只是大伟给大家进行一个言传了言传，把意念集中在我们的大脑深层你会感觉想象有一个小光点这个光点慢慢的变大，这个光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慢慢变大。然后我们开始运用我们的呼吸，呼吸的口诀是吸一口气，把气吸满，然后在我们的胸腔让它停留1秒钟，然后呢再用这个慢慢的把这个气给吐出来，缓慢而悠长的吐出来。那么在吐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去想象你的脑中这个变大的这个小太阳小光点，它形成了4道线这4道线呢，分别的是流入了我们的2个手掌2个脚底而它们经过的地方肌肉都会放松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催眠但是呢效果是非常好，只要你能集中注意力去做，你很快就能睡着。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方法它必须要是你的意念和呼吸去结合。比如说我吸一口气，吸口气的时候，我脑中的小太阳是不动的，还是在这。我吐气的时候，缓慢的吐气，这个小太阳开始行动了，它变成4股这种小直线，分别的穿入了我们2个手臂、2个脚底而它经过的地方，你要感觉到所有的肌肉全部放松。最后这个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手就开始放松。这个意念到我们的脚底，我们的脚底就放松，反复给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意念的一个刺激，慢慢的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就会进入了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睡眠状态这个方法刚开始做你肯定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集中你的意念但是你去坚持那么几次一般1周练习1周，你的这个身体放松会非常的快。就是你躺在这儿，只要意念经过的地方，它会快速的放松，然后放松下来，没几个呼吸你就眼睛一睁就第2天早上了就这么神奇。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呢分享给你身边的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或者家人，我希望能帮助到他。那么大家对这个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有不懂的下方留言我是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经常头晕头疼，头上面怕见冷风，而且这类人群大部分都是40岁往上走的。我们说人只要过了40岁以后头上面的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就一定要重视。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去洗头，对吧？洗完头以后，即便头发没干，你20岁左右出门头发也没干，无所谓哪怕这个风对到你头上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年轻。但是你换一个30岁或者40岁以上的人试试看，他头上
一定要吹干，它如果不吹干，出门啊吹了冷风，第二天啊这个头上面就会疼，要不然就是头晕晕的，要不然呢就是浑身啊没劲，要不然甚至啊体质弱一点的还会感冒啊受凉。所以说我们头上的问题啊都是要值得重视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啊到了40岁以后就容易出现头疼、头胀，甚至啊我们头啊怕见冷风呢？那么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来解释这个答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上眉头中间啊有一把锁。这把锁啊，它其实关乎着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筋膜的紧张程度。说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头部经络的一把锁。你把这个眉头中间这一块我手指的区域啊给它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立马的头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而且解完了以后啊头脑清醒，这个思维能力啊都甚至啊变强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那么这个锁在哪里呢？我们讲这叫天门线，就是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啊，这道线啊叫做天门线。你每天去推上一个100下左右啊，你就会感觉这个头上面非常的好，而且你随着你的往深度的一个推揉啊，慢慢的很多人额头上面就会出汗啊，把我们整个筋膜打开了以后啊，它就会向外释放一些啊不好的物质，通过汗液排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做啊。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姿势是这样的啊，我用我手指的位置啊，就是我这个大拇指的小尖尖这个位置，顶住我们的一个印堂，然后往上去推。你看推到哪了？正好到发际线啊。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两边是门，中间是一条线叫天门线啊。然后来2、3、4、5啊，你去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啊拿手跟着我去做，你们去感受一下。一般来说，你头上头顶的这个筋膜啊越紧，你越容易头疼，越容易啊感觉头晕的啊，怕冷风的。你推这条线的时候越会感觉疼痛。很多人啊反馈刚开始啊都不敢下手，为什么呢？太疼了啊，刺刺的、胀胀的、疼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有多疼呀，你就忍着啊，哪怕你轻一点啊就往上推，速度不用快，就是像我这样速度慢慢往上推。随着你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你会发现哎，慢慢的它这个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啊，感觉最后感觉就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胀胀的感觉啊。我们就这样去推上一个100下啊。推完以后啊，这个时候你把眼睛啊可以睁开，也可以啊往上挑一挑眉毛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此时你的头脑啊是轻轻飘飘的啊，感觉非常的舒服。其实就是这么100下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经络网啊给打开了啊。我们日常当中啊每天就做100下，但是我们的力道啊不要过重，因为过重了以后，很多人啊他会在额头上面形成一道线啊，就是红印子，它消不掉。我们正常力道啊，就轻轻的、慢慢的往上推，这样呢，头上做完以后可能会有一道气血的印子，但是一会儿它就消散了，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不影响啊你整体容貌的一个美观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如果学会的朋友呢，也给视频啊点个赞。我是大伟，会给大家分享你学不到的养生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啊都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关注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俗话说高手在民间，这句话一点不假。那么最近啊，有幸的认识一位奇人。那么这位老先生啊，75岁。那么一看起来以后啊，他这个面色就特别的红润，而且呢，整个人的肾气啊就感觉特别的充足。最重要的是啊，他这个腰背肩颈这一块啊，看起来就跟年轻人一样，非常的挺拔，整个身姿。那咱们要知道啊，人一旦进入到大概在60岁以后，这个身材啊慢慢就会萎缩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态啊慢慢就会往前啊出现这种驼背的状态。那你想想看，75岁还能保持这一个笔直的身姿，这点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和他进行的交流当中啊，我又获得了新的知识，学习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据他说啊，就是靠着这个动作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腰背肩颈啊这些关节全部打开，同时可以有效的促进咱们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体态啊，效果是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大伟就把这个动作来教给大家，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动作的名字，这个动作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敲天鼓啊。具体怎么做呢，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把两个手啊举起来啊，自然手肘处啊自然的弯曲啊，这个不用去贴近我们的耳朵，只要举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去像敲击鼓一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拳眼啊对着我们的前方，就是这个拳眼对着前方，好，然后开始像敲打鼓一样的去进行敲打。那整个人做的时候，你可以是像我一样坐着做，你也可以是站起来，我们以站姿的一个状态去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在敲打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掌握，就是我们这个手臂的摆动，你看它是会化为一个整体去进行一个前后的一个敲击摆动，而不是说就单纯的，你看这个就是转我们的一个手肘去摆动，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摆动。那么如果说这个动作做对了以后啊，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感觉你后背的两根筋，就是我们的膀胱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竖脊肌啊这个位置啊，它会有强烈的牵拉感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做完以后啊，你会感觉这个血流啊往上去涌，促进整个身体的循环啊。我们看看怎么做啊，首先就是把手啊摆动起来，就这样去敲啊。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在做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后背的肌肉啊在动了啊，感觉有点酸啊。你别看我就做了这么几下啊，侧面来看一下啊，手你看慢动作啊，手是这样去敲，注意你的这个拳眼啊一定要朝前方啊。我们可以去喊啊，1、2、3、4、5、6、7、8、9、10啊，跟着这个节奏去做啊，千万不要做的时候是做成这样的啊。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你就是在甩胳膊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手臂啊，一定是要形成一个整体啊，去进行来回的敲击啊。然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刚开始啊，可能很多的中老年人没做过这个动作，他这个做起来啊，他会比较困难。什么意思呢？做起来他这个手啊，它幅度不会很大，就是它可能啊，这个幅度会非常的小，但是随着你做啊，它这个幅度啊就会大起来了。啊，你要知道，在做这样运动的时候，从我们现在运动科学上面来讲的话，它首先啊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为什么呢？因为在做的时候，它可以扩大我们的胸腔。你看，来回在做就扩大我们的胸腔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做的时候，我们后背的肌肉啊，我们讲人老背先老，这个后背的肌肉啊也在进行持续的发力。最后呢，就是活动到了我们的整个肩关节啊。对于很多肩膀不好的人啊，经常做一做，可以有效的改善肩膀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肩颈上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每一组呢不限制次数，你做到什么时候感觉特别的酸了，酸的难以忍耐了，咱们就休息。每天你就做个2次到3次。经常做一做，可能不需要多久，你整个后背啊就完全的挺拔起来了，看起来就非常的精神。好，那么本期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啊，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进步，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一个动作就能锻炼到。我教你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动作，在家里面就能做起来的超慢跑。这个超慢跑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去锻炼。每天只要做上5分钟，就能让自己的心脏强强壮壮的，而且全身上下全部都能给你打开。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在家做的超慢跑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你需要反复的观看才能学习到。我们现在来讲解动作，首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超慢跑的动作，从侧面看一下，来，把头抬起来，把我们的整个腹部收紧，好，手摆动起来，慢慢的做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这个动作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玄妙之处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脚尖，咱们很多人做超慢跑的时候是这样做身体放松。其实呢，这个脚尖才是这个动作精髓所在。我们脚尖一定要尽可能的什么样立起来注意看，有一种五指在抓地的感觉，脚趾在地上使劲的抓。所以一般来说，你做上一个30秒钟左右，你会感觉你的小腿这一块就感觉酸酸的、胀胀的你要找到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的整个腹部的核心就看我这里一定要把它怎么样收紧，向内收紧，把胸口挺起来。把头昂起来，把这个动作做好，慢慢的做，一下是一下，不要着急。刚开始做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年龄稍微大一些，我们不要去追求什么呢？就是说脚尖完全立起来，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调整我们脚尖的角度，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先慢慢的感受脚趾抓地，就像我这样慢慢的做，一下是一下，慢慢的感受。当你有了这种脚趾往下抓地、抠地的感觉的时候，好。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速度变快，然后呢，逐渐的开始把我们的手臂可以怎么样去抬高，
增加一下动作的难度，一下是一下，慢慢的做。好，当你能够完全的找到腹部收紧，哎，我们的身体打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的频率稍微加快，就这样。每天你做上一个3到5分钟，你看似很简单，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一口气能做上一个2分钟左右，你的整个体能，你的整个小心脏就已经非常合格了。如果你前期没有做到，也不用气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看似简单，难度还是有的。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做。做好每一个细节，你就逐渐的能把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强壮壮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点关注的，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一个关注。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阳气这2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阳气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大概15岁左右的，你去观察这些人，他们的身上就会无时无刻散发一种我们讲青春气息。什么叫青春气息就是面色好看，同时呢身上有劲，说话有力，思维敏捷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叫做阳气足你再反之，我们看一些很多的就是50、60岁的，特别是你到医院里面看，这种人非常多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面色灰暗。同时呢，身体走路姿态都会给你感觉一种非常要散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虚。那我们讲是什么呢？阳气不足其实我们的阳气它是一个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出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岁数增加，一直在增加。到达15岁到20岁左右，它会到达一个巅峰，然后呢，再开始慢慢的、缓缓的下降最后一直下降。那么我们讲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容易阳气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就是身体发虚，浑身没有劲每天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非常多，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最后呢，就是没有力气比如说话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这些通通我们都称之为这个阳气不足。那么阳气不足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呢？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都有一个阳气口子，在哪里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捏，这里隆起一个小山峰像2个骨它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合谷就是这里我们提升阳气最好的一个动作就是去撞合谷很多人都知道合谷是一个大穴所以没事有些人就喜欢揉一揉捏一捏甚至按一按。但是我告诉大家，想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合谷打开，那我们一定要学会撞合谷。撞合谷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指这样并拢，让2个手隆起的地方在一起靠在一起。大家看，1、2、3、4就这样交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位置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位置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会单侧的手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位置对了以后，2侧凸起的地方交打在一起，你会发现随着交打，整个手从一个点慢慢到一个面，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甚至辐射到我们的一个手心我们就这样，我们也不要做多，先做一个20下到30下，咱们先意思意思，先找一下感觉你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就这样撞，好，差不多了。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把手掌打开，很多朋友会发现手心上面会出汗，然后呢，敏感一点的朋友额头嘴唇、后背甚至都会出这种汗，而这种汗和普通的我们天太热出的汗不一样。这种汗它是出这种就是一种细雾就感觉有汗，但是你一摸它有一层细细的雾，一会儿就没有了这种汗呢，其实是一种出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一定要追求这种手心当中有一些热微微有一些麻，同时出汗，额头、嘴唇、后背出汗。
当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回反复的敲，提升我们的阳气，其实无形之中啊，我们讲事物相对立，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啊有阳气就有寒气，对吧？你通过这个方法，你阳气上升了，你身体当中一些湿寒之气是不是被压下来了啊？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湿寒之气，对身体啊是非常好啊。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记住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去做上一个200下啊。晚上最好不要做，因为做这个动作啊容易让人兴奋。你有时候很多朋友啊，他晚上做完以后，晚上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建议啊是早上。然后呢，这个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选择下午3到5点钟，这也是一个生阳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晚上呢，咱们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动作啊就容易失眠。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许正在解决他目前啊遇到的一些烦恼。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